大家在平时使用火龙注入器自动注入脚本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明明把脚本注入了，但是在魔兽里面打开的话，会发现这个地图没有办法正常的玩。比如说我现在开始这个游戏，但是它会直接弹出来，然后下面的方框里面全部都是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地图的脚本文件已经是错了。这是因为我们在用火龙自动注入脚本的时候，由于地图采用了反作弊的方法，导致注入过程当中破坏了地图的脚本文件，导致地图打不开。正常的地图应该像是这样，下面有玩家还有阵营的选择，但是经过破坏的地图就没有这些选项，空的。好了，接下来我为大家去解答和演示具体产生的原因和办法。软件会过时，工具会过时，但是思路和技术永远不会过时。我是晴天物语，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魔兽争霸的改图系列教学第2期，手动注入脚本。我的习惯是先给大家演示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方法，然后如果还有不懂的同学的话，可以继续观看我的视频。视频的后面会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为什么会这么做，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首先打开地图的文件夹，打开火龙注入器，然后拖动地图到火龙注入器里面。另外大家要注意，刚才我这种情况是因为地图还没有关闭，然后再次重新拖入地图会导致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先要关闭文件，再重新拖入，分析地图，解压文件，双击打开，然后我们找到 init custom triggers， 然后在下面 m function 上面空一格，空一行，然后把我们的 mj 复制过来 Ctrl+V 粘贴，之后找到 trigger， 在 trigger 下面空一行，然后把 f.j 复制，然后粘贴到这里 Ctrl+V。 OK， 刚才演示的是第2步，最后一步是在 globals 和 nglobals 中间放入我们的 GJ， 找到 GJ 全选复制 Ctrl+V 粘贴，然后 Ctrl+S 保存。之后在地图里面把改好的 bootstrap.j 拉动过来，复制重压缩。OK， 到这一步我们的改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这张地图，现在这张地图已经可以看到角色的名字，之前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我们正确注入脚本之后，它就可以正确的显示我们的角色的名字。所以我们在日常的手动注入脚本过程当中的话，最快捷、最准确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一下地图有没有人物的名字和下面的阵营。假如说可以看到人物的名字，那说明这次注入是成功的。那如果说看不到，那说明是失败的，语法错误。好了，那接下来我为大家去详细讲解为什么会这么做，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回到刚才的地图文件夹，然后我们把没有改过的地图拖动进来，分析一下文件，把这文件重新解压出来。之后我们找到地图的 globals 和 nglobals 中间，就是红色框框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放入地图的 GJ 文件的地方。GJ 又叫做 globals.js， 是地图的所有全局变量。globals 和 nglobals 中间的话，放入这个是说明地图的所有全局变量的一个声明。那为什么刚才用火龙注入器自动注入脚本会导致地图报错呢？
因为正常来讲是放在 globals 和 nglobals 中间，但是由于火龙注入器是07年时候出来的工具，现在呢是2021年，中间有差了14年。这14年里面，火龙注入器没有任何的更新操作，而地图和反作弊手段不断的升级，所以会导致10多年前的老工具没有办法去破解现在最新的地图。火龙注入器它没有办法去识别双杠号，双杠号的话是在魔兽中不会具体执行，但是在语法中会显示出来，是专门给地图制作者去看的一个注释，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火龙注入器它没有办法认识这些双杠号，因为双杠号的注释是最近才出来的，所以火龙注入器会把代码放在双杠号 nglobals 的上面，那这个是假的地方，真正的地方应该是我之前演示的。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放在没有双杠号的 nglobals 的上面。下面让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打开 G.J， 然后全选 Ctrl 加 A， Ctrl 加 C 复制，然后回到 grocerymap.j， 然后放在 nglobals 的上面，没有双杠的 Ctrl 加 V 粘贴。OK， 现在 globals.j 已经注入完毕，接下来我们要注入这个 f.j， 就是 function.js。 它这个10多年前的操作是把它放在 nglobals 的下面，10多年前它这么操作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时过境迁，很多新的加密和反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就算是不是故意的反作弊，有意或者无意，它都会导致放在 nglobals 的下面会导致 f.j 的话语法报错。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现在看 native 对战 getMouse 后面这些东西是暴雪网易平台的对战 API 函数，它是最近新出来的，10几年前的软件没有办法认识新出来的这些妖魔鬼怪，所以必须要人为的手动注入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节课没有办法把所有的 JS 函数和 API 函数为大家讲透，下一节课我会稍微详细深入的去为大家讲解这个对战 API。 那我们现在目前只需要知道，按照以前的老办法是没有办法去注入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用鼠标拖动一下进度条，拖动到没有看到对战 API 的地方，到现在为止它这里还是有对战 API， 所以我们不能放在这里，一直拖动到这里，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 trigger 也就是触发的意思，是地图原本的一个触发，所以我们应该把 fj 放到这个位置，红色框出来的地方是我们应该存放代码的地方。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呢？在未加密的地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标志，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双杠号，然后 trigger 的话下面会有一个简介，这个就是针对未加密的地图，遇到这种办法就放在这个位置。那很多同学就会问，很多地图都是经过加密的，那应该放哪里呢？因为加密过后的地图它的代码会变得很奇怪，或者是有些高强度加密的会导致代码变得面目全非，我们没有办法去根据简单的一个特征码或者是简单的位置去判断应该放在这里。
而是要根据更多的是经验，你放的多了，自然就会知道怎么放。那很多同学就会问，那如果说放错了怎么办呢？其实就算是放错了也不用怕，因为你可以撤销一下，再找下一个位置去放，这个是不影响的。那么如果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放错了，地图打不开，然后你会回来到这里去再换一个位置，不断的去试，最后你得出自己的经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的对脚本的理解能力和熟练度也在不断的上升，到最后你就可以认识大部分的代码，你无论是代码怎么变，你都不会放错。代码的问题高深复杂，没有办法一节课为大家讲透。下一节课我会为大家去讲一下，面对加密过后的地图，代码经过优化混淆应该怎么放。这节课的话，由于是第一次认识代码，所以我就按照未加密的地图为大家操作演示。在 function trigger 这一行的上面放入代码，首先在这里按一下回车空出一个行，然后找到 F.J Ctrl 加 A Ctrl 加 C， 然后 Ctrl 加 V 粘贴。到现在为止，第二步已经完成。我们一般来说把 GJ、MJ、FJ 这三个部分叫做地图的三段式。为什么叫做三段式？因为它是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它是独立分开的。第一个地方是地图的全局变量，第二个地方是代码的主体，第三个部分是代码的 call 部分，就是调用。所以因为它分成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又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三段式。那我们现在注入三段式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 MJ 输入进去。MJ 注入到哪里呢？首先我们要找，拖动一下地图，然后找到 init custom triggers 这一个，在这个函数里面，它是对所有的上面的函数进行一个注册和 call 初始化。只有说你对这里进行了一个注册，上面的函数才会生效。如果不进行注册，那上面的是完全没有效果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 init custom trigger 它在某些加密地图里面，它不是在这个位置放 MJ， 而是在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办法说一种方法通杀所有游戏。以后我会为大家逐步去讲解具体怎么操作。那今天的话，我会为大家去演示在未加密地图里面注入这个代码，还是之前说的空一个行，然后 Ctrl 加 A Ctrl 加 C Ctrl 加 V 之后到这一步为止，所有的三段式注入已经全部完成。再 Ctrl 加 S 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在地图里面拖动 WashlyMap.J， 然后这个位置松手重压缩。好了，现在已经把代码重压缩回游戏里面。打开游戏看一下，点开它这里面显示的人物的名字，那说明我们的代码是没有错误的。开始一下游戏。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代码注入部分已经全部讲解完毕。下一期的课程我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魔兽
教学、视频。